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真相栏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张雪峰啊。我们平台也其实聊起这个人物好几次了。那今天聊起他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账号被曝光是被禁止关注了。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两位网红最近是接连出事啊，引爆了舆论。那最近几年啊，好像还没有什么大的政策波动啊，不像当年取消教培，对吧？那为什么一些陪伴学生的这个网红老师突然被消失呢？那9月24号啊，这个拥有数千万人气的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突然在微博、小红书、抖音、B 站等平台被标注为禁止关注。稍早前，另一位以安卓人、苹果人梗走红的网红护城峰也遭到封禁啊，我们这个节目也报道了过。那这个网上都已经新闻铺天盖地了啊。那么短时间内呢，两位影响力巨大的自媒体人啊，都这个被雪藏啊，这个应该讲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件啊。应该讲就是中国的这一些所谓的草根网红还没有这么频繁、这么密集的遭到这个官方的铁拳啊，这回是真的开了先例了。我估计这个风波还不会停止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我们应该深思考的就是这个事儿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啊？那简单介绍一下张雪峰啊，他是本名张子彪啊，毕业于著名的这个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啊。他在2016年啊，凭借一段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啊，这个视频大家几乎都看过啊。这个视频迅速走红，转型为教育类的自媒体人。那他提供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和考研培训服务呢，凭借着这个直白风趣的表达和敢说敢评的态度，短短几年就积累了超过4100万的这个粉丝啊。那么应该讲呢，张雪峰后来就变成了娱乐明星啊，他甚至参加过综艺节目啊，开设线下的志愿填报课堂，成为许多学生和家长眼中的指路明灯。然而呢，张雪峰的言论呢也经常引发争议啊。这个去年呢，他在直播中说新闻专业就业困难啊，如果有人执意报考，他会把他打晕啊。然后又声称文科生的工作就是服务他人，一个字就是舔。那这些话在粉丝眼里啊，或许只是一些夸张的描述，但是对于一些高校教师和行业从业者来说，就显得格外刺耳了。同时呢，他也从来不避讳披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啊。他曾在直播中声称，如果北京攻打台湾，他将会个人捐出5000万元人民币啊，然后公司会捐1个亿人民币。那这些言论呢，让他在这个政治红线上徘徊啊。我们来看他的禁止关注风波啊，这个平台的理由和本人的回应是什么？9月24号啊，这个多家媒体通过搜索发现啊，张雪峰老师这一用户名在微博、小红书、抖音和 B 站平台均被标记为该用户因违反这个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B 站甚至提示的是账号异常啊，关注失败，而抖音和快手则暂时无法关注。与此同时，张雪峰团队回复媒体只留下了短短的一句话啊，这是张雪峰本人说的。禁止关注是账号问题，然后他的团队的回复就很搞笑了，他的团队这个团队回复是正在反省，这4个字实在是发人深省啊。那至于到底违反了哪条规定呢？平台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解释，这也符合中国言论管制的一贯的这个风格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封禁却不是像这个护城峰那样彻底的封禁。凤凰网等媒体发现了。张雪峰在抖音的小号啊，比如说张雪峰讲升学规划、张雪峰聊考研、张雪峰说考研等等，仍然可以被关注，这些账号仍然还在直播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这个选择性的限制让人怀疑啊，平台是在做一种软封禁啊，既不完全封死，但又通过限制用户的增长和曝光，逐渐的削弱其影响力。那张雪峰为何会被封禁呢？啊，我们可以先说说社会上的这个观点啊，是这个市面上的观点，我再来说说我的看法。然后呢，关于原因呢，舆论场上已经有了诸多猜测啊。一方面呢，在学术界和高校教师群体看来，张雪峰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评价这个各种专业啊，打击了传统院校的面子和利益。一位网友称啊，他触犯了太多人的蛋糕啊，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一些高价志愿填报机构以及冷门专业的招生人员。另一方面呢，今年5月31号啊，多部门联合开展这个高校高考相关的这个叫违法有害信息整治啊。那张雪峰团队被迫删除了高考预测卷，并宣传也全部下架啊，并且暂停了直播数周。那这说明呢，监管机构呢对于教育类的自媒体的审查正在收紧。那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啊，张雪峰代表的是功利化的教育，把专业选择完全与薪资挂钩，
他经常鼓励普通家庭选择能赚快钱的专业，劝人放弃新闻、考古等等领域，认为那些领域回报慢，不适合普通家庭。这种强调现实收益的实用主义，与社会主流宣传的理想与奉献形成了冲突，也动摇了某些文化精英的既得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呀，他被平台限制关注，或许意味着舆论的风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可能跟这一些好像很冠冕堂皇的原因都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呢，应该讲中国的言论管制以这个护城风为代表啊，它其实核心的这个原理啊，我觉得跟这个王志安这个被封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因为王局自己也从来没有找出来过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你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就是你这个人，比如说当年王局对吧，他的播放量，视频一个播放量就2亿啊，一个视频2亿的播放量，这种情况让中共的宣传部门是非常难堪的。对吧？你想2杯水，这播放量可能都远远没有那么高，即使强制你看，对吧？这个学习强国 APP 强制你看，它的播放量都达不到这么高。所以任何人在中国，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治下，如果你的这个关注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你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吧？当时我们这个真朋友 APP 被网信办给的这个下架意见也是这个啊。那么你一旦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不管你是向什么方向动员，都是错的啊。比如张雪峰以为，对吧？他说他支持打台湾，对吧？他是这个想当小粉红，想建立爱国人设啊，这现场掉眼泪啊，也有问题。注意，这个爱国啊，在中国有一个特色叫特许爱国，对吧？爱国是一门许可生意，就和烟草、石油是一样的，对吧？这个你没有。你又不是官方的人，对吧？又不是官方的所谓自己人，你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对吧？你又不是国台办的发言人，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是现在中国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只要是在中国出名的人，一定会被铁拳啊。这个还是趁早这个润出来，这个开油管频道，可能才有长期生存的希望啊。好，我们再来看护城风啊，简单回顾一下他这个安卓人与苹果人的争议。如果说张雪峰是实用主义叩问这个高考志愿，那另一位网红护城风啊，就已经被封得死死的了啊，按在地上封锁了。那他用的是消费主义，制造了更大的对立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他呢，是手机产品的狂热崇拜者啊。那么常用苹果人啊，应该是苹果的狂热崇拜者啊，常用苹果人、安卓人来给人贴标签，将消费能力、学历和城市等级与手机品牌对应起来。好，我们看啊，这个一些视频里面啊，他称苹果代表高端，安卓代表低端，啊，把用安卓手机的人称为底层、低学历，甚至对月入5000元的群体说不配和我对话，啊，这确实是有很多观感比较差的这个视频啊。那么这些挑动阶级对立的言论呢，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啊。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援引了广州日报的评论指出，护城风利用苹果、安卓等标签构建了所谓鄙视链啊，制造了消费阶层和学历的优劣感啊，触犯了这个所谓社会的公序良俗啊。当然，我们刚才这个分析过啊，这些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核心就是你不能比这个中共或者是2杯水有更大的话语权啊。那么在9月20号呢，这个护城风微博啊、B 站、抖音、快手等等多个账号都被封禁或者清空内容，并且显示它违反了相关这个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啊。好，那么这个前几天呢，此前几天呢，护城风被封呢，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啊，但其账号仍可正常关注。最终呢，这个中共决定是彻底封禁啊，说明了整顿力度的进一步升级。那自媒体封号潮的背后的现实有哪一些呢？1个月内啊，2位风格迥异的网红都连续遭遇这个某种程度的封禁啊。那么这种封号潮当然不是孤立的事件。近期呢，中国各大平台啊频繁地调整算法和社区规则，要求自媒体账号不得夸大标题，不得挑战底线，不得煽动对立啊，违者面临限流甚至封禁。在教育领域啊，主打志愿填报的账号也被约谈啊，分析高考题的内容也被下架。在消费领域啊，鼓吹奢侈品牌、炫耀财富、贬低普通人的账号都被大量整治。简而言之啊，平台不希望这些自媒体人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掌握巨量的流量，更不希望他们影响政策宣传的节奏啊，这就是我刚才总结的。那从商业角度看啊，张雪峰和护城风的这个封禁也反映了平台的利益考量。张雪峰高考志愿填报业务啊，积累了巨额的收益，几乎形成了垄断，挤压了传统培训机构的这个生存空间。而护城风呢，通过嘲讽消费群体赚足了流量，被质疑过度营销，造成了品牌风险。平台既要留住合规的流量，
又要向监管表达配合整治的态度。于是呢，在风口浪尖下，就对顶流账号开始开刀了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主动自攻啊，就是所谓的主动自我审查啊。那么下一位会是谁呢？张雪峰封号之后啊，网上就有评论调侃啊，他喜提了护子套餐呢，继护城风之后啊，又成为了新一轮整治的典型。有人担心啊，随着红线的不断上提，任何拥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整治的对象。无论是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这个张雪峰啊，还是用这个消费标签塑造话题的护城风，他们的故事都在提醒我们啊，在一个言论日趋收紧的环境下，流量绝对不是你的护身符，表达自由恐怕也无从谈起。好，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啊，那么听取不同视角的建议固然很重要，但也要保持理性啊。比如选择专业呢，不能完全听信这个赚快钱的劝说啊，也不能因为消费品而自卑。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啊，平台和监管是可以随时改变规则的，任何信息都可能被删除或者淡化，对吧？还有就是官方的风向也是随时可以改的，官方让你爱日本就得爱日本，让你恨日本就得恨日本，对吧？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些红线啊，根本这个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自媒体的人是不可能够跟得上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希望的是，未来的互联网能够真正容纳多元的声音，让理性讨论成为常态，而不是一再上演封号的闹剧。可惜啊，我觉得在中国现实的环境当中啊，这个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言论的自由只会越来越收紧。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关键的事实是2025年9月24号，媒体发现张雪峰老师的这个微博、小红书、抖音、B 站各个平台的账号主号都被禁止关注了啊。张雪峰回应称，禁止关注是账号问题，并迅速挂断电话啊。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护城风之前的这个苹果人、安卓人挑起对立以后是全网封禁啊。张雪峰呢，目前还是软封禁啊，只是禁止关注。那多平台都是只说了这个违反法律法规与社区公约，没有公布任何具体的条款。那本期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几点建议啊，就是消费信息的时候啊，要保持独立思考，不要盲目追求流量导向。然后呢，对于专业选择与人生规划呢，要参考多方的建议，不要受单一的网红的影响啊。社交媒体的规则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啊。中国的这些创作者还是只能更加的谨言慎行啊。也呼吁这个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拥有透明公正的监管，那不就有言论自由了吗？ OK， 那本期节目就播到这里，我们不定期更新啊，欢迎大家关注小铃铛啊。好，我们下期再会。